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少，欢迎收看《主望云霄》。美军承认他的军人因为中国的军事压力太大而大量死亡，这一幕是如何发生的呢？根据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3年美军的自杀率持续上升，从2018年的326人增加到2020年的385人，这引发了美国国防部的强烈担忧。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等热点地区的作战任务近期呢已经接近结束，那么美军的现役军人自杀人数却连续3年增加，这是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美国军方的官员表示，美军的大量死亡与中国有关，因为美军要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如果美国官员说的是真的，那么美军的自杀人数增加，它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频繁的在海外执行所谓的军事巡逻任务和长期的海外军事存在，与这2个因素呢有关。特别是印太地区的美国海军、空军的死亡人数应该会大量增加。然而，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陆军的自杀数量实际上是占首位的。这些人显然不是因为中国，也不是因为作战的压力，而是死于美国军队的内部压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对付中国，美国主要靠的是海军和空军的力量，而不是陆军的力量。因为从1949年开始，美国陆军就再也不敢从海上登陆中国大陆，因为登陆中国大陆那就是找死。因为朝鲜战争已经表明，中国陆军是不可战胜的，不管美国陆军怎么强大，面对中国陆军高素质的作战能力，应该说美军，特别是美国陆军毫无胜算，哪怕有空军海军的支持。因此想登陆中国大陆，深入中国的领土和中国陆军进行交战，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么美国陆军大量人员的死亡与美国陆军内部的压力有关，而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美国对阿拉斯加地区的驻军的自杀率上升呢，深感忧虑。这显然跟我们中国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非要说压力来自外部，来自中国，那么只能说这些人是被俄罗斯军队吓死的，因为阿拉斯加离俄罗斯更近。不过，美国军方仍然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说由于亚太地区的挑战更大，美军的训练越来越严，最终呢导致许多士兵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杀。这么说呢，就算是与中国有关了。如果是这么讲，表面上看起来呢，确实跟中国有一定的关系了。因为美军的战略转型就是要结束他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部署，把更多的军事力量放在亚太地区，包括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要求针对中国做出战略转型。美国陆军要配备各种各样的远程武器，比如说现在正在积极开发的中程弹道导弹，把这些射程相对较远的武器系统配属在亚太地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只要建立远征前进基地，美国海军和空军的部署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比如说建立分布式杀伤链等等。过去有些网文经常用"美国惊呆了"、"美国吓傻了"这类的标题来描述美军的现状。这样的这个标题文章可以说很多都是不切实的，因而呢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但是谁也没想到，美国军人还真的就会因为中国的军事压力，从而出现大量的死亡，而且是美国人自己承认的。我们知道，中国一向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从来不侵略别人，因此也不会对周边国家，哪怕是小国，构成什么军事压力。反倒是美国人在全球进行军事部署，在各个地方到处挑事儿。现在呢，他把军事部署的重点放在了印太地区，而且呢还加强了相应的转型建设、这个自由航行和大量的军事演习。这些压力没有施加到中国身上，反倒施加到他自己士兵的身上，从而构成了大量美国士兵的死亡，包括自杀。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些美军士兵的死亡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你自己给自己施压，造成大量士兵的自杀，
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